生了，叫你要回去。夫人正在生呢，我哪有功夫管他？你就跟他说，圣上交代的事我还没有完成，走开。是，侯爷。等一下，萧侯爷，萧老夫人，军礼即将降世，侯府要出一位小福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将有一位灾星同时降临侯府，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呐！怎么了，侯爷？等夫人生下孩子后，立刻将她弄死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被夫人发现。是，侯爷。孟念晚生出来的是什么福星？必定是灾星降世，要给萧家带来灾祸。我的小福星出生了！坚持坚持。侯爷呢？侯爷功成身，走不开了。夫人，再用足把柄呀！夫人！生出来了，是个女儿。孩子抱给我，让我看看。夫人，您最好还是别看了，这是个死婴。什么？有火烧！快把孩子抱过来，我看看。夫人，看了恐怕更会伤怀挂心。您刚生产完，身子本就虚弱，如若因为孩子的事有什么好歹，我们如何向侯爷交代？志远，我对不起，我没能生下你心心念念的女儿。夫人，死婴本就不小，奴婢这就将他带下去。让他别伤心了，宝宝我还能再叫一下，否则宝宝就真的要被憋死了。怎么有孩子的声音？莫不是我伤心过头，出现了幻听？孟家三代集善心德，善举感通天地，圣心此地让我给孟家降下好运，没想到我堂堂天界小仙女，下班头一脚就要被捂死了。后娘亲呀，赶紧救救我们，不然孟家就要死在家爹手上了。孟聂晚一家通敌证据确凿，午后问斩。志远，我们家是被冤枉的，你救救我们！我当然知道你们孟家是被冤枉的，因为检举你们通敌的人是我。是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从始至终爱的都是赵如烟，她为我生下一双儿女，又无名无分多年，你不死，她如何名正言顺嫁进来？可是我也为你生了孩子。一个瞎子，还有一个刚出生就被我捂死了。孟念晚，你是太傅嫡女又如何？如今你还不是一个阶下囚吗？你休想再高高在上的施舍我！如今是我尊你卑。刚刚那是什么？难道是我孟家未来的结局？等等，等等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看。夫人，死婴晦气，老夫人最忌讳这些，还是趁早将孩子处理为好啊！银珠，快把孩子抱过来。夫人，小姐还活着。我小经理差点倒霉催的被人捂死，说出去人家会招害我。大胆奴才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害我的孩子？来人，把他们押下去，给我好好的审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夫人！娘亲长得真好看，一点也不输天生的仙女啊！渣爹可太没眼光了。这个声音又出现了，莫非真的是孩子在向我求救？好像只有我能听见。还好娘亲救了我，不然我都
侯爷还没回来吗？夫人，侯爷一向对您关爱有加，这会儿还没回来，想必是有要事给耽搁了。呸呸呸！气死本宝宝了！当年正好就在城外的老宅，陪着外室少如烟生女儿呢，哪里还记得娘亲跟锦鲤我？我好像真的能听见孩子的心声。银珠，你秘密去一趟城外老宅，切记莫让任何人看到。如若见到侯爷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但愿这一切只是我想多了。夫人，您猜的不错，这侯爷呀，他的确在城外的老宅中。我刚到那儿的时候，他正拥着一名女子，怀里啊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孩。天色太暗，你当真看清了是侯爷？夫人，奴婢看的是千真万确。为了防止出现纰漏，我还特意询问了城外的百姓。我听他们说呢，此女名叫赵如烟，侯爷和这个女人已经在老宅生活了10年有余，二人还以夫妻相称，好不恩爱。晚辈萧志远诚心迎娶孟念婉姑娘，今生定爱她，护她。如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一阵阵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知雨手上，心电望，你信风霜，心热血微凉，一幕幕就回望，志远，夜夜非思量，虽然我父亲和哥哥不同意我们这门亲事，但是我此生非你不嫁。婉娘，我知道如今我还一身清贫，你父母看不上我。等我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我定能让他们刮目相看。我相信你。萧志远，曾经的诺言，还有你我17年的夫妻情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娘亲，这会儿还管什么扎边呀？孟家都要遭殃了！近亲外公的书房内，在扎边偷偷放了扎满圈的小人儿，小人上面写着当今圣上的八字，若是叫人搜查出来，孟家都要完蛋。当初萧志远百般阻挠我回娘家，怪我被猪油蒙蔽，竟看不透他是故意切断我和孟家的联系。如今我有10多年没回过孟家，这一事大不小。如若再看到他们出事，我这辈子都要悔死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他们出事。银珠，速速回趟孟家。回孟家？如若有人问起，别说我是要娶母亲当年给我的珠钗。是，夫人。等等，银珠，拿纸来。将书房里原本的东西烧干净，把这福袋放进去，切记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夫人，小姐好像很喜欢这条锦鲤呢。婉娘，昨晚那样重要的时刻，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实在是药物缠身，我走不开呀。婉娘，你一向就善解人意的，你不会跟我置气吧？当然不会了。你现在啊，正值升官的关键时期，我怎么能拖累你呢？婉娘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，这就是咱们的女儿吧？不然呢？侯爷，你难道不想抱抱她？我想啊，让爹爹抱抱，爹爹抱抱。哎呦，乖宝宝哦！我的侧面出生面目对你像，这个却不声不响，果真是个灾星。嘿，你才是灾星，你全家都是灾星。娘亲，您都别听都不说，和外面生的那个才是灾星，人见人挡眉，只有他这个蠢蛋才会把灾星当个宝。你对女儿倒是挺挂心的，从来没见你对景渊这样过。我一向喜欢女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，景渊他是儿子，若是溺爱的话，怎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？差点忘记了，我可怜的大哥呀！景渊怎么了？
万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突然想到，这孩子还没取名字呢。你这么喜欢女儿，想必一早便把名字取好了吧？万娘，我看咱们孩子挺喜欢这井里的呀，不如就叫李儿吧。我希望我们的女儿能够像鱼儿一样逍遥自在、幸运安康。书房里册子上写的那些名字，原来都是留给外室学的。我的女儿却随随便便取了一件。娘亲，我就是简李儿，我喜欢李儿这个名字。女儿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。那既然这样，就叫李儿。我相信她一定会像侯爷所说，永远幸运安康，谁也抢不走她的福气。这坏倒是命大，不斗不死。这样一来，我如何将泽月名正言顺地养在侯府？说起来，该去老宅看如烟和泽月了。万娘，这段时间啊，我又要忙公务了，恐怕不能时时刻刻的陪在你和孩子身边了。公务，我看是去陪外室。我自然是明白了，只是这李儿刚刚出世，便没有了父亲的陪伴，实在是可怜。哎呦，李儿啊，都是爹爹的错，都是爹爹的错，李儿不会怪爹爹吧？万娘，不如这样吧，这前段时间呢，西域使者进贡了一批奇珍异宝，圣上啊也赏赐了几件给我，不如就将那个志远，你该不会要把百年难得一遇的金玉赏给李儿吧？李儿，快谢谢爹爹。娘亲干得好，那金玉有养生的效果。家爹本来打算送给外室的女儿萧泽月，这一下送不成喽。李儿是我的宝贝女儿，自然是要送给李儿的呀。王娘，我还有要事要去办，你在家好好照看李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侯爷慢走。李儿，你刚才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景渊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娘，我听说您在3000关的道长那儿求来了2颗保命的丹药，还请您赐1颗给景渊。他如今眼盲心死，又有肺病缠身，我实在是……那都是景元的命，强求不得。丹药珍贵，那得用在刀刃上。景元如果有福气，一定能度过此关；如若没有，又何必强求？他可是您的亲孙子，这还不算是危急时刻吗？你是指责我不体恤孙子吗？太傅府教出了女儿，竟是这样的目无尊长，简直可笑！你给我跪在这儿，好好反省吧。娘，哼！娘亲才不要跟那个老妖婆下跪呢，她的丹药都留给她外头的孙子了，哪还有哥哥的份儿？他赵如烟的孩子金贵，难道我景渊的命就不是命吗？萧之远，你们一家当真欺负人！婉娘，最近这段时间没能够陪着你和李儿，让你们娘俩受委屈了。侯爷没能回来，想必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事吧？是啊是啊，最近的公务实在是太忙了。我找大师算好了日子，准备初5把李儿的满月酒办。不行！怎么了，侯爷？当年景渊的满月酒便没办，如今李儿的也不办了？办当然要办，不过何必选在初5呢？大师说的也不一定都对，我看初6更好。萧之远，如果不是李儿告诉我，初5这天你要为萧泽月办满月酒，我当真要被你蒙在鼓里了。侯爷，我已经邀请了皇后娘娘过府来参加酒宴，这临时改日子，我该如何解释啊？还是说，侯爷初5那天有要事抽不开身？怎么会？李儿的满月酒，我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我都会退掉。既然你都安排妥当了，那便听你的便是。嫂子，这段时间我忙于学业，没能来探望你，是生生的不对。当然课业更重要了，嫂子希望你不说男儿，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婉娘真会教养孩子，竟然把生生培养得如此优秀。婉娘会教，还得益于生生聪慧又有福气，不然再聪明也没用。
这说的不就是我的景渊吗？当着我的面说这样的话，是要剜我的心吗？萧之远呢？他怎么还没来？哦，想必是公事耽误了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微臣见过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这是李儿吧？来，给我看看。本宫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，粉雕玉琢的，眉线还带点紫。说她是观音殿下的小仙童啊，都不为过。说起来，我跟观音的确有些交情呢。李儿啊，爹爹忙于公务，耽误了你的满月宴。李儿不会怪爹爹吧？啊！你明明一直在陪那个外室和他生的女儿，撒谎要咱来比啊！为啥呢？今日是李儿的满月酒，一个作为父亲的却如此怠慢，也难怪老天看不过去，要叫雷劈你。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臣一定谨记皇后娘娘教诲，日后定当更加爱护婉娘和孩子们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吃斋礼服，只求膝下能得一人伴侣。即便不能像李儿这样可爱漂亮，我也知足了。虽然我不是送子观音，不过我小李儿的人脉从天上到地下应有尽有，帮你跟观音说一声也不是不可以啦。我很喜欢李儿这孩子，萧夫人，以后若是有空啊，就常带着李儿来宫里走走。我想跟这孩子多亲近亲近。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李儿出尽了风头，可怜我的小福星泽月却只与我待了片刻。明明这一切宠爱都该归泽月的。皇后娘娘膝下无子嗣，你却擅作主张，请她来参加李儿的满月宴，难道你就不怕她多想？侯爷这是说的哪里话？皇后娘娘为人大气，岂是那般小肚鸡肠之人？况且李儿这孩子有灵性，说不定啊，跟皇后娘娘在一起，她不久就能如愿了。哼，你还真把她当做能降临好运的锦鲤了。明明就是个会祸害我全家的灾星，要不是你实在舍得起，我早就将她弄死了。侯爷，李儿是我们的女儿，难道她招人喜欢你不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，只是我害怕这样大操大办会有损咱们李儿的福气呀。李儿是侯府嫡女，背后有太傅府撑腰，她本就应当是众星捧月，用心呵护。可如若是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那的确应该像是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藏起来。可我的李儿不必。我娘，夜深了，我还有公务未完成，我就先走。侯爷慢走不送。孟念婉最近与我说话，怎么总是夹枪带棒，阴阳怪气，夜长梦多，看来我必须提早行动了。快点跟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接到举报，说是太傅府上藏有谋逆之物，太傅大人得罪了。太傅这是从太傅府里搜出写有世上八字的小人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圣上对巫蛊之术深恶痛绝，孟家此遭啊，在劫难逃喽！夫人，怎么样了？知官府的人已经将老爷和孟将军抓走了，圣上亲审，只此一夜，此事已经在京城中传开了。不过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您准备的东西放进了书房，而原本的大逆不道的东西也被烧得干干净净。这老爷他们呀，最多被关上3、2日，等到真相大白，便可以回府了。差一点就酿成了大祸了。李儿，你真是上天送给我们孟家最好的礼物。哎，周夫人、周小姐，你们不能进，我们夫人在休息，不能进，我们夫人在休息啊！这周夫人，哎，周夫人，夫人，你看这，夫人，没事儿，下去吧。是。星儿，你们是来看景渊的吧？景渊这几日郁郁寡欢，茶饭不思的，若是见到你，他一定很高兴。萧夫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今天过来是要推掉景渊和星儿的亲事。景渊现在的情况你我都清楚，他下半辈子毁了，而我家星儿未来还很长。当初我答应景渊和星儿的亲事，那是我看中他的才学，现如今他只是一个掌握病态的瞎子。
那我家心儿嫁过去，岂不是遭罪？我儿景渊是为救身陷火海的周心儿才被疗伤了眼睛，他常卧病榻，也是因为那场火灾伤了底子。你们如今却想过河拆桥，星儿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当初可是你主动跟我们家景渊表白心意的。当初年少不懂事罢了，我和萧景渊只是兄妹之情，当夫妻还是算了吧。毕竟以他现在的条件，可配不上我。会，哥哥跟他成亲后过的可不是什么好日子。平时里对哥哥非打即骂，我那大哥哟，被他虐待成瘫子，眼不能看，口不能言，还要听着他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，好不凄惨啊！我的景渊为了救他周心儿才落下残疾，他竟敢如此折辱我儿。周星儿，你听好，今日不是你退我们景渊的婚，而是我们景渊退你的婚。是你们周家对不起我们景渊，日后京城如何议论此事，你们都得受。你心儿，不要再跟他废话，我们走。将此事告诉侯爷，看看他是什么意思。夫人，侯爷回话了。他怎么说？侯爷说，这心儿姑娘正值大好年华，确实不该被咱们大少爷辜负。萧景渊可是他的亲儿子，他竟然帮着一个外人说出这样的话。娘亲跟大哥在家里伤心，大爹却在外面忙着阖家团圆，气死我了！就该降下大火，让他们尝尝大哥吃过的苦头。夫人，浣溪巷内刚刚冒出滚滚浓烟，好像是一户人家被天火砸中了房子。难道这天火是雨娘降下的？那户人家姓什么？有几口人？啊，那户人家好像姓赵，前不久刚从城外搬过来。他们男主人倒是非常神秘，没几个人见过他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女主人前阵子生了个女儿，与咱家小姐同岁。除此之外，他家还有公子。那个公子多大？说来也巧，竟与咱家的景渊公子同岁，而且啊，也姓萧。也姓萧。原来早在17年前，萧知远便和赵如烟暗通款曲。萧知远，你的誓言如今看来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娘亲不哭，欺负孟家的坏人，统统都要遭报应。丽儿，还好娘亲有你。夫人，侯爷今早回府了，他这会儿啊正在前厅，他让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志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！昨天有户人家失火了，我进去救火了。莫不是欢喜巷子那户人家？我听说那户人家白日宣淫，惹恼了上天，所以降下天火，以示惩戒。志远，像那样的人家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交道了。你个妇道人家，在背后嚼什么舌根子？好歹也是太傅府出来的人，这样的不知体统，在侯府你就以侍奉志远为己任。今日母亲叫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我听说昨日周家母女俩来侯府退亲，此事虽然遗憾，可是星儿说的也没错，她正值青春，怎么能被景渊耽搁呢？景渊也正值青春，若不是为了救那周星儿，景渊现在也是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郎。婉娘，事已至此，你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呀。星儿是你从小看到大的吧？若是她被人指指点点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好，那侯爷希望我怎么做？不如这样吧，你出面帮星儿做个证明，就说是景渊不想耽误她，自然退婚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侯爷也是刚从大火中脱险，应该明白在那种境地下有多么绝望。侯爷现在替景渊说原谅，过得去自己心里的坎吗？自从侯爷进府以来，没有半句是问景渊的，却处处替那周星儿着想。难不成那周星儿才是侯爷的亲闺女？你不能婉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周星儿怎么可能是？孟念婉最近怎么不似往日温顺呢？莫非是我最近冷落她，她故意要求？好，你不愿意做，那便作罢。
不过以后可不要再说这种气话了，这让旁人听着笑话。最近你父亲出了事，你暂且不要跟你娘家那边走动，省得给侯府带来麻烦。我父亲他是被人构陷，他从未有过谋逆之心。婉娘，我母亲也是为你着想啊。岳父大人的事情他错综复杂，稍有不慎那就是杀头大罪呀。哎呀，我虽然有些也想替岳父大人说几句话，但是我在朝堂刚刚站稳脚跟，实在是不方便出面走动啊。哼，此事在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孟太傅已经失势，朝堂之上谁还敢为他说话？是惹祸上身吗？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，否则出了事，志远也帮不到你。娘亲不气不气，福气已经到门口喽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前几日在太傅的书房中发现了一样不得了的东西，萧家与孟太傅家乃是姻亲，想来私下也多有走动，不知道此事萧爱卿是否知情啊？啊，这个，皇上，孟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萧家是半点不知情，也绝对没有参与，请皇上明鉴。是啊，皇上，平日里我们从不去太傅府走动，更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来。嫂子，我们早就同你说过了，你父亲为官不正，劝你少去娘家走动，莫不是你背着我们偷偷与娘家来往了？婉娘，你还不赶紧跟圣上说明实情？这些年我侯府待你不薄吧，你可莫要恩将仇报啊！渣爹呀，你不仅渣爹还蠢啊！你哪只眼睛看出皇帝是来迁怒降罪的呀？这点眼色都不会看，你还当什么官？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了。启禀皇上，孟家与萧家虽为姻亲，但十几年来确实未曾走动。孟家的事也的确与萧家无关。还好孟念婉向来又实又听我的话，这些就算皇上要迁怒，也只会迁怒他一个人。既然如此，孟念婉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孟太傅一家忠于朝廷，心怀天下，朕心甚慰，特封其子孟玲封为护国大将军，其女孟念婉为二品郡夫人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渣爹做梦都想升官，这只能啃老承袭一个侯位。侯府门第不及外祖父，舅舅的官职也比他高，如今就连娘亲的品级都在他之上，渣爹的牙都要咬碎了。皇上，您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些日子荆州都在传孟太傅一家包藏祸心，对圣上您大不敬。那天您不还是派人将他们都抓起来了吗？是啊，皇上，您最痛恨的就是心术不正之人。我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您不但不惩治他们，怎么反而还给他们加官进爵呢？圣上，孟太傅和孟将军现在还被关在狱中，京中百姓都传闻他们冒犯了圣上，难不成这其中有什么误会？萧志远，你就这么着急的想要置我孟家于死地吗？你们都以为孟家包藏祸心呢？啊，京中都是这么传的。拿纸笔来。是。萧夫人，请提几个字吧。我专门模仿孟念婉的字迹，写上了皇上8字，只要他题字，必定露馅儿。好一个海晏和亲！孟家的这一对儿女，果然没有叫朕失望。为什么皇上看到孟念婉的字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如此满意？前些日子有人检举太傅府里藏有谋逆之物，可朕看到的却只有孟家上下的一片赤胆忠心。孟凌风精忠报国，肯为我北齐奉献一切，而孟家女孟念婉敢用自己10年寿数为我北齐祈福。若是让朕知道是谁污蔑孟太傅一家，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
差点要吓大家裤子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昨日为了求子，彻夜抄写经书，身子经不住，晕过去了。什么？摆驾回宫！拜驾回宫，恭送皇上。恭送皇上。瞧我这脑子，说好要送皇后孩子，怎么就忘了？我小姐里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人，今晚别让她如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娘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岳父书房当中竟然写的是彰显忠心的血书啊！我就说嘛，岳父大人和大哥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清楚了呀。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谋逆之心呢？啊！哈哈哈哈！侯爷怎知那血书是从书房里搜出来的？啊，我都是听同僚讲的嘛。婉娘，你莫不是怪我当时没有为岳父大人说话？其实啊，我是……婉娘当然知道了，侯爷是以大局为重，只是婉娘觉得有点惋惜。如若刚才侯爷替太傅府美言几句，这说不定啊，皇上还会封赏侯府呢。婉娘真心希望有天能够光耀侯府门楣呀！哼，你若真有心，方才就应该跟皇上说明的。刚才母亲和侯爷急着撇清与太傅府的关系，这婉娘也只能顺着你们的意思。你，母亲，婉娘啊，母亲也受了惊吓，我送她回院吧。改日我再登门向岳父大人请罪。娘，走。哼，差点让我的睡不着觉了。娘亲威武，杀人诛心。对了，银珠，我父亲他们怎么样了？夫人放心，老爷和大少爷他们一切都好。知道您担心老夫人的身子呀，还特意叫奴婢准备了2位医师，我一会儿啊便带着他们去帮老夫人诊诊脉。快去吧，你告诉他们，明日一早我便回太傅府看望他们。夫人，老爷和夫人这些年一直都记挂着你，这知道你要回去了，他们一定非常高兴。那奴婢先过去了。来。李儿真是孟家的小福宝，不过刚刚说要给皇后娘娘送个孩子，也是真的吗？皇上，臣妾吃斋念佛，一心向善，自问从未做过什么亏心事，可为什么老天一直不愿意赐给臣妾一个孩子呢？或许是时机未到吧。皇后不要太伤心，昨夜你都彻夜未眠，现在就早些休息吧。你对娘亲好，还心系天下，理应得偿所愿。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呀？戏女不挑的，只要能有个自己的孩子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好事成双，便赐你一对龙凤胎吧。丽儿，如果这梦是真的，本宫愿一生守护你和你的家族。快了啊！女儿不孝，这么久了才回来看父亲母亲。做父母的怎么会跟儿女置气？妹妹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孟家的大门永远都是敞着的。大嫂，母亲，你们在狱中受惊了，我特意叫人带来了雪人参，你们好好补补。走，我们快进去吧，娘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怎么了？不好吃吗？好吃。婉娘想这一口，想了10几年。这萧致远不是说要来请罪吗？他人呢？他下了朝就过来。当初我们都不同意婉娘和文平侯的亲事，不过如今看来文平侯也不错，这么多年也没纳妾，还算专一。才不是，他爹早早便养了外室，还生了一儿一女呢。
不仅如此，前2日孟家被陷害也是他爹的手笔。还好娘亲提前得知，用陈情书换下小人，化险为夷，否则外祖父就要撞柱，也死明治了。大舅舅也要被发配边疆，结果半路遇到歹徒，命丧黄泉。狱中的外祖母和大舅妈终日担心，最后郁郁而亡，孟家因此没落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没想到孟家差点就落得那般凄惨的下场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岳母，小婿是特意前来向岳父大人请罪的。昨天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小婿想的是先暂且保全侯府，然后再为岳父大人说话。哦，您看，其实小婿早就备好了求情书，想要呈请给圣上的。呸呸呸！马后炮，就是大爹要害我们家破人亡。萧志远，没想到你竟是这样2面3刀的。当初我们的反对果真没错。文平侯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就像这样的谣言你也信？以为是我们孟家心存异心，你就是这样想我们孟家的吗？不，岳父大人和大将军，你们对北齐的忠心那是天地可见呐！我怎么会和旁人一起编排孟家呢？今日所受之辱，来日我定要孟家100倍1000倍奉还。婉娘，可别再像从前一样，又是10几年不回娘家看看。岳父岳母，我一直都想带着婉娘回来探望您二老，可是婉娘她总是拦着不让。明明就是大爹不让娘亲回来，居然倒打一耙，就该让你牙疼的说不出话才好。我的牙，为什么突然牙疼的钻心？婉娘，我先上车等你。妹妹，你别怪大哥说话难听啊，这萧志远他就不是良配。你听大哥的，趁早跟他和离，回娘家来。大哥，我会和离，但不是现在。这是为什么？萧志远和他萧家人这么多年欺我骗我，如果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我心难安。父亲，你有没有听见刚刚那个？想必是老天不想让我们孟家落难，才借李儿之口让我们窥见一丝天机啊！婉娘，虽说我侯府不上你们太傅府吧，可你父亲和大哥未免也太傲慢了些，他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承认过我。我父母那是心疼女儿，是侯爷自己看清了自己。我听下人说，你购置了几盒珍贵的雪人参，怎么没见你给母亲送过去啊？昨日她也受了惊吓。婆母从三清观的道长那儿求来了2颗保命的仙丹，她应该瞧不上我买的雪人参。不管瞧上瞧不上，你身为儿媳，理应问一句吧。更何况，这买雪人参的钱还是从我侯府的账上支出的。侯爷放心，买雪人参的钱用的是我娘家给的嫁妆，我从未私自用过侯府的钱。如果侯爷不放心的话，回去我便将掌家印归还给你妻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侯爷，交还掌家印是我的义务。先前我一直在用我的嫁妆钱补贴侯府的家用，但是之后我不会了，因为侯爷有原则，不会用我娘家的钱，对不对？孟念婉怎么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莫不是还在怪我之前没有为孟家求情？停车！我约了童瑶谈公务，你先回府吧。娘亲威武，好一招以退为进啊！诸位，侍郎大人家的千金周仙儿小姐和京城有名的才子萧清朗于今日订婚，特地在府上设立婚宴，还望大家赏个脸，喝杯酒，谢谢大家。这萧清朗不就是赵如烟的儿子吗？哦，这周仙儿前几日过来退婚，原来是急着和萧清朗定亲，实在可恶。听说周仙儿与侯府世子萧景渊有婚约，只可惜如今萧景渊是个废人，别说周千金了，恐怕寻常人也不愿嫁给他吧。曾经他多恣意啊，在世家子弟中，无论是相貌还是才学，他萧景渊统统排第一，可如今也没落了。我还听说周仙儿和萧清朗的亲事还是文平侯作媒。哎呀，文平侯觉得自家儿子耽搁了周家小姐，
所以特意重新安排了亲事。这侯爷还真是大义之人呐。萧志远，原来推掉景渊的婚事，便是为了成全你的外世子。你这么做跟割我的肉有什么分别？娘亲，快别气了！坏心肠的小厮将大哥带去了周星儿的定亲宴上，众人逼迫大哥承认自己是废人，是他不愿拖累周星儿。大哥怄气，要一头撞上南墙。元虎，带我回去。元虎，元虎。萧景渊，是你不愿意耽搁我，所以才自愿退婚。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背叛你的事情，对吧？萧景渊，如今你就是一个残废。你说你与其这样窝囊一辈子，你不如行个好事，还星儿一个清白呀！大家说对不对？就是。来，跟大家说，你就是个残废啊！说啊，说啊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从前这萧景渊是何等风光，如今居然如同丧家之犬跪倒在大家面前。我要是处在萧景渊的境地，只怕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周小姐还有大好年华，的确不应该耗在一个残废身上。哎呀，是啊。萧景渊若是有良心，就不应该继续纠缠周小姐。哎，有道理。萧景渊，我和你从来都只有兄妹之谊，绝对没有男女之情，所以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萧景渊，我周星儿是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残废的。星儿，我从没想过纠缠你。那你赶紧跟大家解释清楚啊！反正你是残废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大家不会嘲笑你的。萧公子，我儿青朗和星儿那是郎情妾意，我劝你呀，还是成全了他们，毕竟耽误良人可非君子所为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是，哼，我家星儿也只有青朗配得上。你如今人不人鬼不鬼，最好认清现状。你若觉得自己残疾了，讨不到媳妇儿，那你可以向大家说清楚情况，我以后也会为你长眼说媒。我看呀，城北那赵屠户的女儿就不错，那姑娘是个跛子，跟你这瞎子正好绝配。闹念我，让我不痛快，那我便不能让你心爱的儿子痛快。萧景渊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这个时候就该一头撞死，这样侯府的世子之位也好早些还给我了。萧景渊，你才像是个拖累母亲的累赘，在外连自己的尊严都护不住，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明明用了10足的力气，可撞上去的时候，却像是碰到了棉花。阎王想从我手上抢人，没门！哎，我可怜的大哥哟，明明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如今却做出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傻事。你若是死了，叫娘亲和我怎么办？谁？是谁在说话？傻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，就让我去死吧！活着对谁都没有好处，我死了，倒还清静了。你胡说！母亲希望你好好活着，你妹妹也希望你好好活着。那些欺负了你的人都还满面春光，你当真要碎了他们的印？银珠，还不快把大少爷扶起来！我儿为救周星儿落下眼疾，却遭周家背弃，你们视为不义。景渊是您的亲孙子，您却眼看着他被人羞辱，是为老不尊。你，景渊是你的主子，你却背弃主子，视为不忠。银珠，叫人把他押下去，在侯府门口杖毙。刚刚事发突然，我没想到景渊会做傻事。身为儿媳，到教训起婆母来的，有没有道理？夫人舍得知错了。让所有侯府的下人都在旁看着，让他们知晓背弃主子是什么下场。是夫人。
你要做什么？你身为侯府主母，如此草菅人命，不怕遭报应吗？就算要遭报应，也报应不到我的头上来。吃这碗饭却想砸我的锅，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。今日我儿景渊所受之辱，日后定当一一清算。哇，我大哥长得真好看。我真是病糊涂了，居然又听见了小孩的声音。娘，今日是儿子丢了您的脸，您回去吧。以后儿子不会再出院子了，这样别人就会忘了家里有萧景渊这么个废物。景渊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夫人，大少爷院子里的下人已经全都换下了。这老夫人听说了今日的事啊，特意让奴婢将王武领了回来，说他机灵会办事，最适合侍奉大少爷。夫人，大少爷，小人王武。景渊，如今你院子里的人都是从太傅府过来的，他们绝无二心。娘安排便是，儿子无所谓。可怜的大哥本就没有多少生气，加之今日当众受辱，他更是一蹶不振了。唉，只可惜我现在这具身体还太小，仙力不足以帮大哥恢复健康。若再过几个月，我定有办法。难不成只要李儿再长大些，便有可能让景渊重燃希望？太好了，景渊，你妹妹李儿她很喜欢你，日后娘常带妹妹过来看你，可好？不必了，妹妹还小，我这一身病气，别过给她了。唉，你也不用再来看我了，我这个废物，不值得娘挂心。景渊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大哥的病不仅在眼睛上，更是在心中，他铁了心要沉沦下去了。母亲，你回去吧。娘明日再带李儿来看你。王武，一定照看好大少爷，切记不要让他做傻事。夫人放心，小人一定时时刻刻盯着大少爷。婉娘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景渊受到了惊吓，我刚安抚好他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今日在州府，好像看到了侯爷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州府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情，还是娘亲回来跟我说的。也对，如果侯爷在场，怎么会不帮景渊？冷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受难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侯爷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，对吧？对。婉娘啊，你还跟我置气呢？这掌家印你快收回去吧。你身为侯府主母，理应管理侯府一切啊。这女人果然还是老样子，随便哄哄就好了。师生领例，嫂子相信你一定会将侯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谢谢嫂子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还有要事要处理，今晚就在书房睡了，你不用等我。嫂子，明天我劝劝大哥，让他别生你的气。毕竟您进侯府的时候我才3岁，说是您将我带大的也不为过。您放心，不管你在哪，深深永远站在你这边。骗子，娘亲你真心对他，辛苦将他培养成才女，他却好心当做驴肝肺，还和你多管闲事，在背后嚼你的舌根，却眼巴巴的把赵如烟当成他的亲嫂子呢。本以为整个萧家只剩下萧生生对我还有几分真心，没想到也是假的。这偌大的侯府，没有人容得下我们母子3人。从今天起，我绝不会再退让。小五，我要回去躺着。大少爷，这屋里阴冷，您又不愿意点炭火，这万一加重了身上的寒气怎么办呢？再者说，您再这么躺下去，这身上都要发霉了。今天外面的天气特别好，您就出来晒晒吧。王五说的没错，景渊，你也该出来走走了。我喜欢大哥，我要大哥抱。景渊，李儿想要你抱抱她呢。母亲，我这双手无力，别摔着妹妹了。大哥自从那次火灾之后就一蹶不振，整日坐在轮椅上，再这么下去，他真的就要站不起来了。景渊，让小五推你去后面的假山看看吧。池塘里的荷花开了，你不是最喜欢荷花了吗？荷花开了我也看不见，与其出门被人耻笑，不如待在院子里。但是你一直这么发呆怎么能行呢？总要找点事儿做。娘记得你的志向不是想要为北齐编撰一部成熟的兵书吗？
你先前只完成了一半，如今何不继续编撰呢？我双眼都瞎了，还谈什么志向？我已经不再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。母亲，你们去忙自己的事吧，不要管我了，好不好？夫人，老夫人叫您去前厅一趟。如今我都已经不过问侯府的事了，他找我干什么？说起这事儿，自从夫人您将掌家印交到萧二小姐手上后，这侯府的账啊，便再也没有对上过，而且都是入不敷出。照这样下去，这侯府迟早要亏空。景渊，我把李儿交给你了，你帮母亲照看一下妹妹。银珠，我们走。母亲。我孙儿可是太有出息了，为北极城上带兵之策，使得北极军在南疆一战大获全胜，这真是举国轰动的大事儿啊！青朗的确没让人失望，若论功行赏，那他必定是头等功啊！想不到我们萧家也要仰仗他光宗耀祖了。秦朗这一次的确是一举成名，只不过什么？那策论是借鉴了景渊编写的兵书。当初我替秦朗呈给圣上时，我说全然是他一个人的心血。如果这件事情被圣上知道的话，那可是欺君的大罪啊！如此说来，萧景渊是留不得了。人死了，还怎么证明兵书是他写的？母亲，您找我。婉娘，你来了。志远，你不是还有公务要忙吗？赶紧走吧。好的，母亲。婉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婉娘，虽然景渊也是我的儿子，但他已经废了，和秦朗的前程比起来，也只能牺牲他了。母亲，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生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这个做嫂嫂的也该多费费心啊。嫂子，我觉得西边集市的陈静就很不错，她为人老实，虽然话少，但很会体恤人，而且她还会写文章。前不久刚中了秀才，日后必定能大有作为。生生，如今你在女子学堂的课业还未完成，如若现在说亲的话，耽误课业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找个好夫君可比学业重要千倍百倍。再说了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要是再不嫁人，就要成老姑娘了。大哥又开始思考人生了，也没人陪我说话，好无聊。我要吃糖，我要吃果果，我要喝羊奶。小五，去后厨寻点新鲜羊奶过来。好的，少爷。大哥看起来冷冰冰的，但其实可心疼人了。大哥，帮我摇一摇奇怪的婴儿床嘛。大哥，摇一摇嘛，放起来可舒服啦。大哥，大哥。我就知道，大哥最好了。小五，是你吗？怎么闻到了不怀好意的味道？那个灾星正好也在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正好送你们一起去见阎王。生生，我只是可惜你荒废了学业。北齐允许女子入朝为官，你若是顺利在女子学堂完成课业，势必可以在朝堂上谋个一官半职。那入仕都是男人的事，作为女子，我应当好夫君的贤内助。良言难劝父死的鬼。嫂子，你说这么多就是不想帮我吧？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嫂子帮你打听便是。真的，谢谢嫂子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志远应该已经动完手了吧？哼，等你的一双儿女都没了，你也没资格再待在侯府。有烟，我又是我！不要，不要！我大哥，教教我！眼里我就算再厉害，现在也还不会走路啊！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！上次侥幸躲过一劫，这次阎王又要收我的命，
难道我萧景云注定要死在火海之中？大哥，你可以的，有我在，没人敢伤你的命。如若今日你克服了对火的恐惧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摧毁你了。我撑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没有。大哥，你的腿根本就没有受过伤，是你自己不想站起来。大哥，你快站起来呀，不然我们真的要被烧死了！烧死了！快救人救火！快呀，快！女儿，夫人，这火势这么大，马上让小小姐快接。我的孩子，女儿，母亲，景你们没事吧？以后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母亲，妹妹没事，我也没事。一儿，大哥这辈子算是废了，但你还小，你的未来还很长。大哥又怎能眼睁睁看着你葬身火海？景渊，你的腿……大哥自从尽力冲进火海救周星儿的时候，便对火有了阴影，这次却又勇敢地站出来保护我。大哥从未变过。夫人，大少爷，我出生就在太傅府，断然不可能会做伤害大少爷和小姐的事儿啊！王武忠心护主的确不是他做的，是渣爹担心外世子偷到大哥兵书的事情败露，所以想要杀人灭口。居然是父亲！王武，去跟侯爷和老夫人说，景渊被大火重伤，要回太傅府静养。是，夫人。景渊，你能重新振作起来，娘很高兴。可是，娘要跟你说一件事，你的父亲，他并非看起来的那般良善。为了外室和外室所生的儿女，竟然对我们一家痛下杀手，父亲，他实在是可恶。母亲，之前怪我自怨自艾，从未尽到身为长子的责任。从今日起，我会好好编写兵书，我会振作起来，保护好您和李儿。好，娘相信你。耶！大哥终于支棱起来了。景渊，你的眼睛刚刚恢复，别用眼过度了。没事，母亲，只差最后一点了。多亏了妹妹，哥哥眼睛才能好这么快。对了，大哥，我听说圣上让你去处理和胡人的战后事宜。是啊，北齐能打赢胡人，景渊的兵法功不可没呀。只可惜被萧晴朗那小子给偷走了。对了，大哥，胡人明面上已经投降，可是他们对北齐虎视眈眈多年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。明日我便离京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平安归来的。李儿，是不是啊？舅舅，你可千万要注意一个叫贺远州的人，他是渣爹的远房亲戚，不仅私底下和胡人勾结，还想跟渣爹一起栽赃陷害你，暗中通敌呢。贺远州，还好我提前询问了点，够呛。夫人，这是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请柬，请您明日去百花园参加赏花宴，还让您带着小姐一起，说是有喜讯要当面告诉你。莫非娘娘已经得偿所愿了？夫人，这皇后娘娘不光请了宫里娘娘，还请了不少世家家眷，这想来啊，必定是极好的喜事儿。泽月长得可真标致啊，这眉心一顶，长大之后必定是个大美人呐。锦鲤我眉姓是天生的，他那个却是朱砂点上去的，呸呸呸，学人精。哎，这玉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这不是三清观的镇观之宝吗？我记得道长可说过，只会把它送给集聚慧根的有缘人，多少人磨破嘴皮子都要不过来，没想到今日在萧小姐身上遇着了。是我夫君啊，一路三跪九叩，从山脚下到了三清观，这才感动了道长。加之道长觉得我们泽月很有慧根，就将此玉送给小女了。萧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，
丈夫体贴，儿子又有出息。这女儿嘛，虽然年纪尚小，但是三清观的道长说了，她有慧根，将来啊必定大有作为。萧志远，你对外室的儿女这么好，却轻贱我的景渊和丽儿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看那道长就是老糊涂失心疯，分不清好歹，还有那块破玉佩，在我面前都不够看的。这玉传言不是牢不可破，还有护身的作用。这今日碎了，恐怕不是吉祥之兆吧？这玉刚到萧小姐手上便裂开了，难道这萧小姐不是道长口中的有慧根之人？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！说不定这玉佩啊，是为我们泽宇挡了一灾呢。是，还真是巧言善辩。夫人，如若不是萧清朗偷走了少爷的半册兵书，打赢了胡人，才在京中崭露了头角，这个赵如烟呢，才没有机会参加百花宴呢。天宇若是能跟皇后娘娘亲近，对致远和清朗的仕途也会大有裨益。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姐姐，上次在州府呢，只是匆匆打了个照面，没来得及好好说上话。我听说萧世子前阵子内院又起火了，还被烧得不成人样。这屡次三番的起火，该不会是家里来了什么灾星吧？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污蔑！我可是锦鲤下凡，你那宝贝女儿才是会害了全家的灾星。这萧世子病得怕是比从前更重了吧？哼，姐姐可真是可怜，如今连个指望都没了。我听说萧夫人的公子不久前献上了兵法，使得我北齐啊大胜了胡人。萧清朗此前名不经传，多亏了文平侯替他沉淀策论，才使得圣上啊发现了贤才。这景渊公子想当年也是万众瞩目的天才少年，若是没有出事的话，恐怕现在也像清朗公子一样厉害了吧？姐姐，虽说这萧世子以后只能做个废人了，但是为了感激文平侯为我而引荐，我一定啊会让清朗好好代替萧世子，为北齐呢出谋划策，也算是圆了他的抱负了。萧公子手里那半册兵书，当真是出自他手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儿能得到圣上的青睐，靠的是自己的本事，难不成还是偷别人的？说起来，二位夫人还真是有缘啊！你们的夫君都同姓萧，你们的孩子也都年岁相当，你们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啊！哟，还缘分呢！碰上他们一家是我们孟家倒了8辈子大霉才对。皇后娘娘到！本宫被宫里的事情绊住了脚，让大家久等了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大家都免礼吧。今日是本宫特意举办的百花宴，邀请大家一同来赏花。这景色如此之美，大家就不要太拘谨了。皇后娘娘，这珠钗怎么看着这么像我出嫁时母亲送我的那一位？皇后娘娘，民妇。萧夫人，本宫有喜了，如今已满3个月，这才来跟你分享好消息。恭喜皇后娘娘得偿所愿，一定是娘娘平日里的善举被上天看到了。没想到李儿竟有这样大的本事，3个月前说的话居然成真了。区区小事不在话下，我可是天见人见人爱的锦鲤，大家都愿意卖我一个面子啦。恭喜皇后娘娘得偿所愿，民妇是个粗鄙之人，没什么东西可送。这里刚好有一枚三清观道长送的保命丹药，还请皇后娘娘不要见笑。丹药珍贵，那得用在刀刃上。姐妹如果有福气，一定能度过此关；如若没有，又何必强求？景渊性命攸关，他们都不肯将丹药拿出来，却能随随便便送给外室。娘亲不怯啊，有李儿在，可比丹药管用多了。听说这保命丹世上只有2枚，都被文平侯的母亲求取，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手里？你跟文平侯走得很近吗？皇后娘娘不要误会，是萧老夫人，她看我们泽月生得可爱，所以送给她的。我跟文平侯并不熟。最好是如此。萧夫人与本宫情同姐妹，如若是有人敢惹她不痛快，便是跟本宫过不去。
孟念婉何时同皇后娘娘这么亲近了？皇后娘娘，民妇不敢。我看泽月有些乏了，民妇就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姐姐还有何事？你头上的珠钗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夫君送给我的定情之物，铅笔珠钗，以求白首到老。巧了，我出嫁时，母亲便让巧匠给我打造了一枚珠钗，图纸是由我亲自设计。这世间仅此一枚，可在我嫁入侯府后，不久便没了踪影。我瞧着你头上这只，很像是我的。这不是你的，这世间相似的珠钗多了去了，你凭什么就说这个是你的呀？当时打造之时，我便让巧匠在上面刻了个婉字。娘娘，上面确实有一个婉字。赵丽安，你不仅抢了我儿子的未婚妻，你还是个贼！皇后娘娘，民妇冤枉，这确实是我夫君送给我的。这珠钗是萧夫人的嫁妆，可你又说这是你夫君送的，难不成文天侯是你夫君？不是，那你就是贼了。皇后娘娘，还请皇后娘娘为臣妇做主。究竟是不是贼，抓下去一审便知。来人，哎，给我押去！皇后娘娘，民妇冤枉，民妇不是贼，民妇不是贼呀！皇后娘娘，教他嘚瑟，活该！萧志远、赵如烟，我会叫你们将偷走的东西一点点还回来。夫人，这赵如烟啊，刚刚才被放出来，狼狈得很。这走在路上啊，都被别人指指点点。只可惜吧，这案子草草便结了，说是咱侯府出了小偷，偷了夫人您的珠钗拿出去卖。这赵如烟吧，并不知情。这个萧志远，为了他这个姘头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侯爷，婉娘，你何时做事如此鲁莽了？你居然当着皇后娘娘的面诬陷萧公子他娘是贼！你知不知道，那个珠钗分明是府上小厮偷出去卖给了他，你这不是有损人家的名声吗？我的嫁妆丢了，侯爷不积极去捉贼，反倒跑来这里质问我，这难不成侯爷和那赵如烟当真有事情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只是觉得你们同为女子，女子何必为难女子呢？侯爷倒还真会慷他人之慨。好，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情。景渊呢？景渊最近怎么样了？自从上次别院走水，你就把他送到岳父大人那边去了。莫不是你觉得府上有人要害他？去太傅府是景渊的意思，他如今伤势颇重，别说是你了，就连是我，他也不愿意见。伤得这般重？婉娘，我认识一个江湖神医，不如请他来给景渊看看吧。可恶的渣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。再过几日，胡人使者要来朝见圣上，圣上为此特别设宴，一是扬北齐之威，二是奖赏有功之人。渣爹担心大哥会挡得他外世子的仕途路。侯爷费心了，只是景渊现在了无生意，又拒见外人。既然我无法帮他减少痛苦，那便只有由着他的意愿。看来萧景渊的时日确实不多了，只可惜这灾星没被烧死。哎，婉娘啊，你也别太伤心，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孩子的。婉娘，你怎么了？娘亲是被渣爹恶心吐了。没事儿，只是近日因为景渊的事，思绪过多，身子虚了。那你好生休息，我这就找人给你送些补药来。娘亲莫气，大哥的福气他们可抢不走。娘亲不气，只是娘亲希望早日看到他们萧家人自食恶果的那天。母亲这么着急找我来，是有什么事儿？你身为志远的妻子，却半点也不管萧府的事，志远娶你有什么用？嫂子，虽说我知道你在为景渊的事伤心，不过你既然嫁到我们侯府来，一切就应该以我大哥为重，妻以夫为纲。这男人便是女人的天，只有侍奉好夫君，做妻子的才不算无用。萧生生的小脑是被裹脚布柴了吗？婉娘，生生和陈静的婚事就交给你负责操办吧。生生，你当真想清楚了，要为了这门亲事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？嫂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
这嫁给靖哥哥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前程。可我先前打听了，陈进他娶过妻，而且不久妻子便离奇病逝，街坊邻居们都说是被他打死。萧夫人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言语重伤我呀？我不过是实话实说。嫂子，你为何总是要反对我与靖哥哥的婚事？再说了，这男人打女人从来都不是男人的错，是他自己没用，活该被打。如果他听话，靖哥哥为什么要打他？像靖哥哥这样有才华的人，也只有我才能与之相配。对，家暴男配恋爱脑简直绝配，作死了，千万别祸害人了。娘亲，当初你劝说萧生生以学业为重，坚持推掉了他跟陈进的婚事，将他培养成女官。可他发达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命人将你的腿打折。娘，我这辈子是必要嫁给靖哥哥的，更何况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好，娘依你便是。你以为萧家离了你，连一门亲事都办不好吗？他们真是做的一手好死啊！见娘亲百般阻挠，萧家人以为娘亲是故意的，更确信着陈进未来前途不可限量了。既然这里没有婉娘什么事儿了，那我便先走了。萧家娶了她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。哎呀，娘，你别管他了，反正他迟早都要被我们赶出去的。您快去问问三清观的道长，替我和靖哥哥选个吉时啊！说起这事，我正心烦呢。本来早上准备去观礼问问道长，可是他们说他失信疯了，行为疯癫，还胡言乱语。我怕之前赠我的2枚仙丹都是假的。我看那道长就是老糊涂失心疯了。李儿的嘴呀，还真是一说一个准。母亲，今日萧生生大婚，你要是不去啊，他们又得在背后非议你呢。说就说，为娘现在根本就不在意这些。就是夫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宫中传来消息，说是皇上忽的一病不起，皇后娘娘可着急坏了，让您带着小小姐进宫瞧瞧呢。忽然使者就要来北齐觐见了，皇上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染上疫病，也难怪皇后那么着急了。疫病？夫人，这您跟小小姐又不是大夫，这皇后娘娘叫你进宫做什么呀？这事关北齐在胡人面前的形象，娘亲，让我进宫去，我有办法。走，去皇宫看看。是。萧夫人、李儿，本宫总算把你们盼来了。宫里的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如今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李儿身上。皇后娘娘，您还怀着身孕，切莫伤了身子啊。不如就让李儿跟皇上单独待一会儿吧。本是紫微星下凡，命中却有疫病一劫，从此落下病根，缠落病榻。像你这样一心为民、仁厚礼贤的好皇帝，不该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。你就是皇后口中所说的小福宝李儿吗？哎，乖。皇上，小女年纪尚小，还请圣上不要责怪李儿冲撞了圣上。朕怎么会怪李儿？朕感激她还来不及。皇上，您没事了吧？放心吧，现在朕只感觉神清气爽，一点事都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李儿果真是我们的福宝呢。既然李儿喜欢这枚玉佩，那朕就送给你。宝玉，我喜欢。皇后，你看到没？这李儿还是个识货的小财迷呢。真可爱啊！这玉佩啊，可是太上皇所赐，世间仅此一枚。皇上，这礼物太贵重了。萧夫人就不要推辞了，这是朕送给李儿的礼物。胡人与我们北齐一向不和，这次他们终于投降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朕染上了疫病，恐怕又要掀起一场战争。朕当然不怕他们胡人，但受苦的终究是黎民百姓啊。所以李儿是我们北齐的福星，朕不光要赏她玉佩，还要认她做义女，就封她为昌平公主吧。萧夫人，赶紧替李儿领旨谢恩吧。李儿可是我们历朝以来第一个外姓公主呢。谢主隆恩。起来吧，北齐能有李儿这样的福宝，是整个北齐的福气。再过几日便是胡人觐见的日子，到时候朕会设宴，凡是有功之人都可以参加。
届时你就带着李儿一起来吧。朕相信有李儿在，胡人定不能翻起什么风浪。今日深深大婚，你这个做嫂嫂的居然不在，你父母就是这样教你在婆家做事的。婉娘只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皇后娘娘急召我和李儿入宫，难不成母亲觉得生生的事情比皇后娘娘还重要？你少拿皇后娘娘来压我！这皇后娘娘刚怀上孩子，你就频繁的带着李儿出入宫中，你就不怕她给皇后娘娘带来？带来什么？婉娘啊，今日皇后娘娘召你入宫是为何事啊？也没别的什么事儿，只是皇后娘娘想李儿了，正巧皇上也在，见李儿聪明伶俐，便认作了义女，并封为昌平公主。明日啊，便昭告天下。什么？侯爷和母亲也很为李儿感到高兴吧？高兴，我当然高兴了。不过婉娘啊，李儿她还这么小，圣上为何平白无故的认她做义女啊？这种殊荣，就连开国大臣之女都不曾有的呀。傻爹的牙都要咬碎了，他就盼着他的小三心给他带来福气的。婉娘也不清楚，可能这就是李儿的福气吧。哼，一个灾星能有什么福气？也就是我的泽月还没灭上，否则定也能封个公主当当。不仅如此，皇上还让我带李儿参加过2日的庆功宴。什么？你跟李儿还能参加庆功宴？我身为文平侯都没能受邀参加庆功宴，孟念婉跟一个灾星凭什么？侯爷，你没有被邀请参加庆功宴吗？我虽袭成侯位，但官职不高，尚未能为北齐做出贡献。如若侯爷想去，明日我去求求皇后娘娘便是。婉娘，那就有劳你费心了。侯爷的事就是婉娘的事，夫妻之间何必如此客气啊？等到亲王成了北齐第一功臣，届时便是你孟念婉被逐出侯府之日。萧芷远，我要让你在庆功宴上亲眼看着你的外甥子被定下欺君的大罪。大爹你就偷着乐吧，等到了庆功宴上你就笑不出来喽。娘亲，这次我可是首功，皇上怎么着都得封我做一个大将军吧？我儿亲郎呀，可真有出息！娘和你爹呀，特别的为你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今日可是庆功宴，来的都是有功之人。像我儿子这种拿出兵法制胜胡人的功臣，你孟念婉毫无建树，生出来的儿子更是个废物，连女儿也是个灾星。你来怕不是丢人现眼的吧？婉娘，你怎么走？这做贼做久了，真把偷来的东西当自己的。孟念婉，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得意的太久，等我儿子飞黄腾达了，定报那日出差之仇。还飞黄腾达呢，今天能安稳的走出皇宫，我都算你们有本事。婉娘，亲郎是北齐的功臣，就连圣上都对他赞誉有加，你别惹恼大人物，牵连侯府。爷，那个萧景渊他不会出来教训吧？放心吧，那个瞎子只剩最后一口气了，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？皇上，自古以来，我们西域大有骁勇善战之人才，他们在战场上都是所向披靡。然而这次却败给了你们北齐，我倒是很好奇，究竟是何方高人，能让我们西域勇士如此惨败？西域有人才，朕的北齐也不乏高手。萧爱卿便是幕后出谋划策之人。打败我们西域勇士的，竟然是个年轻人。这，皇上，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还是说你们北齐这次能够打赢我们，纯属是运气？所以您就找了一个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诓我们西域胡人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北齐人才辈出，有机会靠运气取胜。你年纪轻轻，居然能在幕后运筹帷幄，必是有雄才伟略，不然的话岂能做到？在下也懂一点兵法，想和你讨教讨教，你敢接招吗？若是你的排兵布阵之术能说服我，我们西域便封上5座城池。你不是北齐人人敬仰的少年英雄吗？怎么，你怕了？还是说你这个英雄是假的？我呸！怎么可能是假的？
这胡人也太傲慢了，明明吃了败仗，西安还敢如此嚣张。萧公子仅用半册兵书便将胡人打败了，难道还怕这胡人使臣？这5座城池必定是我北齐的囊中之物。区区一个胡人使臣而已，秦朗有那半册兵书，必定不会被难倒。相反，秦朗为北齐争光，往后皇上肯定会更加器重。渣爹这算盘打的我都听见了，可他太低估这个胡人使臣了。他是西域有名的兵痴，研究过的兵法垒起来比萧清朗人还高。碰上他，萧清朗要倒霉了。皇上，咱们刚打败胡人，他们就如此嚣张。如果现在不挫挫他们的锐气，只怕不久之后他们会卷土重来。既然如此，萧爱卿，你就跟他切磋切磋，就当是为酒宴助兴了。只不过，倘若你又输了，丢的可不光是5座城池，更是你们胡人的脸面。我们向来都是愿赌服输，不过，若是他输了，你们北齐也同样要献出5座城池，要献出5座城池。皇上，国家城池关乎万万百姓，还请陛下三思。你是觉得我儿清朗会输给胡人不成？皇上，清朗一心只为北齐，虽说他还年轻，但他写的兵书却在前线屡屡创造奇迹，这也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所以民妇以为他这次还会为国争光的，所以恳请皇上给他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。此事绝非儿戏，这可是关乎……姐姐，难不成你的儿子成了残废，无法再做出剑术，就要阻止我们清朗为国效力吗？婉娘，景渊命该如此，你怎能因为心痛景渊就罔顾国家大义呢？好了，都不要吵了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的确不能拿城池做赌注。这样吧，倘若你能够赢得过萧清朗，这次你们战败的赔偿款可减少50%。好，好，好！北齐皇帝果然大气，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急着去送死的。诸位可记得5年前的西凉一战呢？西凉之战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我记得这场战役还被记录在册，作为教训。没错，在那次大战中，他们胡人损失惨重，为此事还耿耿于怀。今日他们旧事重提，也就是想让萧清朗给一个破解之法吧。既然萧公子是少年奇才，那必定有自己的见解之处，那请说出来，让大家听听如何？我记得萧景渊的兵书上列有对西凉之战的见解，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当初景渊得知自己眼睛看不见后，一蹶不振，还把辛辛苦苦撰写的兵书扔进了池塘。我虽然及时捡了起来，但其中几页内容还是花了。西凉之战的解法，正好就是弄花的那部分。萧志远虽然把兵书拿给了萧清朗，可仅凭那一半的内容，胸无点墨的萧清朗如何想得出后半段之事？我不信能打败我们胡人部队的，说不出破解西凉之战的方法，除非你压根就不懂兵法。萧爱卿，你赶紧说呀！你要是答得好，朕便封你为大司马。清朗，别紧张，尽管将你的见解都说出来。治兵如治水，锐者避其锋。如导书，若是清朗被封为大司马，我们萧家可真是要飞黄腾达了。如导书，哟呵，说不下去了。被人封为少年英雄的萧清朗，也不过如此嘛。皇上，你对一个后生委以重任，还要封他为大司马，他却连这么简单的兵法都不会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？萧清朗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能够写出让朕都惊叹的兵书，却回答不了他的问题，请皇上息怒。微臣，皇上，清朗他一定是太紧张了，才没回答得上来。用一句紧张当借口想搪塞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被你们奉为英雄的人都答不上来，想必是没人替我解惑了。那皇上，这50%的赔偿款我就收下了。谁说北齐除他之外就再无能人了？大哥闪亮当场，萧清朗要被打脸的。萧景渊不是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了吗？他怎么会？草民萧景渊见过皇上。景渊，
你无照入宫，可有将圣上放在眼里？本宫允许了，而且皇上曾说过，只要是李儿的家人，都可以来参加酒宴。都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萧景渊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连我都想不到的策论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北齐自诩人才济济，竟让一个瞎子为国效力，真是可笑。治兵如治水，锐者避其锋，如等夫；弱者塞其虚，如祝宴。共敌不如分敌，敌阳不如敌阴。对敌人应当避实就虚，攻其要害，使西凉受到挫折，受到牵制，围困即可自起。这便是破解之法。你不是瞎了吗？你不是瞎了吗？不，婉娘，景渊的眼睛好了。是啊，侯爷。你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瞒着我呢？婉娘这不是想给侯爷一个惊喜吗？景渊恢复了光明，侯爷应该比其他人更高兴吧？高兴，我当然高兴。太解气了，让人气吐血了。共敌不如分敌，此计确实妙。没想到北齐当真也有这么了不起的后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错不错，萧夫人，你的这一双儿女真是北齐的宝啊！李儿聪明伶俐，景渊亦是个栋梁之才呀。皇上，方才您亲口允诺了，谁若是对出了对策，便封他为大司马。那既然是景渊答对了，自然该奖赏他才对。景渊当赏，朕就册封你为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萧景渊他抢了我儿的策论，竟敢在大殿上信口雌黄，陛下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啊！皇上，这兵法的确是臣想出来的，是他偷了臣的法子。你倒是会血口喷人，颠倒黑白。当初分明是你们偷了我的兵书，怎么反倒变成你们的了？本以为北齐团结一心，没想到却起了内讧。看来讨伐北齐一事还有转机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兵法是臣日日夜夜整理出来的。萧景渊当初瞎了眼，那是人尽皆知的事实。他一个废物，又怎么可能写得出让皇上您赞不绝口的策论呢？萧景渊如此大逆不道，恐怕是背后有人指使。皇上，千朗今天是因为身体不适，所以没答上来。但是他为北齐做的贡献是实打实的呀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死鸭子嘴硬，那个赶紧让他们死得透透的。皇上，景渊自小便喜欢研读兵书，他根据以往的战事整理兵法，为的就是想为北齐出一份力。臣妇可以作证，兵法策论都是景渊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的。你是他母亲，你当然替他说话。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抢走我儿的殊荣。北齐刚刚打了胜仗，就有人开始抢功了。皇上，您身为一国之君，还鉴明不了中间吗？朕自有分寸。文平侯，当初是你将兵法策论呈递上来的，你说兵书是萧清朗托你呈递，可现在却和萧夫人说的有出入。你来给朕解释解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兵书的确是清朗托微臣献给您的。至于景渊，微臣并未见他撰写过兵法策略。萧志远，你婉娘，总不能因为景渊是我的儿子，我就对皇上说谎吧？皇上，文平侯都替我儿辩论，您这次总该相信了吧？有些人就是心思歹毒，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。做母亲的是这样，做孩子的亦是如此。哎呦喂，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呢！赶紧闭嘴，莫开枪了！我怎么说不了话了？萧清朗，当真是你自己所著的兵书？皇上，臣敢对天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五雷轰，任凭皇上您处置。别急啊，这就通知雷公批你了啊！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皇上，当初呈递兵书只有半册，是因为眼盲，使我失去希望。中途我曾一度自暴自弃，幸运的是，母亲和妹妹一直陪在我身边，
是我重新制作起来，所以这后半册兵书我已经补齐了，请圣上过目。好，朕就说之前看的兵书不完整，原来是你还没有写完呢。这兵书写得太妙了，有这奇书在，朕何愁外人侵犯？他们仅凭半册兵书就将我们打得节节败退，如今拥有了整册的兵书，岂不是战无不胜？萧青狼，这兵书前后册字迹一致，且内容衔接得当，必然是出自一人之手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不，是他偷了我的兵书。皇上，这兵书都是臣一人所著啊！我本想把兵书献于圣上，可没想到被他给偷去了，满口谎话，死性不改。我的眼睛好痛！你眼睛怎么了？青狼，我怎么看不见了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看见娘了！娘！刚发完毒誓就被雷劈了，看来这兵书当真是萧晴朗偷的。若不是老天爷有眼，咱们所有人都要被他们母子两人欺骗了。萧晴朗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朕都敢欺骗！皇上，是民妇错了，是民妇和青朗一时糊涂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萧志远，兵书是你呈递上来的，所以此事你也知情。皇上，微臣并不知情啊。当初萧晴朗托微臣把兵书呈上去时，微臣只是想为圣上举荐贤才，只怪微臣一时心急，没有查清兵书来源。但微臣并不是有意欺瞒圣上啊。萧志远，若是旁人，你方可说他粗心糊涂，可景渊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却帮着一个外人说话，怎么？难道他萧青朗才是你亲生儿子吗？皇后娘娘，微臣只是一时糊涂，错信了旁人，只怪微臣平日里忙于公务，对景渊的关心还不够。竟不知他对兵书也颇有研究，可微臣与婉娘恩爱两不疑。婉娘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臣父与文平侯日久离心，已经准备和离了。婉娘，你们的家事朕不管，但欺君罔上乃是大事。萧晴朗偷盗兵书，据为己有，乃欺君之罪，罪不可恕，即刻赐死。皇上，是民妇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萧志远识人不清，但念在是为了战事，且并未酿成大错，就扣除2年俸禄吧。我不要死！皇上，娘，小姐，求求爹！微臣感念圣上大恩。孟娘婉，难道今日这一切都是你提前算计好的？志远，他们说青朗被圣上刺死了，他们都是胡说的，对吧？青朗他已经回家了，是不是？他还好好的，对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被圣上刺死了！我的青朗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青朗可是北齐的功臣，他怎么会被皇上刺死的？萧景渊的眼睛已经恢复了，今天在大殿上，他出了好一通风头，兵书的事情也败露了，圣上大怒，我也差点受了牵连。景渊的眼睛好了，先前一定是他刻意欺瞒，这个毒妇害死了我孙儿，我跟他没完。母亲，婉娘她要和我和离。什么和离？我们侯府没有叫他走，他倒要提出和离。如今婉娘娘家势头越来越盛，而我侯府却日渐没落。当初那道士分明说泽月是侯府的福星，可如今那是因为我们侯府还有个灾星。我想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因为萧丽儿那个灾星。你想想啊，泽月还没被认回来，他的福气都留在外面了。可是萧丽儿一直在侯府，侯府可不越来越没落。对呀，母亲，的确有几分道理。眼前当务之急
是要赶紧把他们母子三人赶出侯府，离那萧丽儿远远的。至于青朗，我们日后再跟他们算账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远州安插在穆宁风的身边，只要他通敌的罪名坐实，整个太傅府都得跟着陪葬。青朗，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仔细一点，别落下东西。里边的都注意啊，是咱小姐的东西都带走啊。好嘞。景渊、李儿，府上的东西打包好，还需要一会儿功夫。娘亲这一搬走啊，侯府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，要记得一点钱钱都不要给他们留下哦。知道了，小财迷，咱们全都给他搬走，一个铜板都不给他留，好不好？夫人，萧生生回来了，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要让您过去主持公道呢。让我给他主持公道。他当初出嫁的时候，不是说不认我这个嫂子吗？夫人，那您要过去凑凑热闹吗？娘，大哥，我要回侯府，我不要再回这个破陈家了。你嫁进陈家才多久啊？怎么就吵着回娘家了呢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一声不吭的跑回来，若是让外人知道了，不是让他们看我们侯府的笑话。嫂子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，陈记他的确不是个好东西，我要回学堂，我要继续念书。当初不是你说的，女人最好的前程便是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，你不是得偿所愿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我错了，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让我回去了。他们陈家没一个好东西，从上到下全都欺负我。陈记他还打我。你曾经说过，男人打女人天经地义，女人被打也是不该，你都忘了吗？回旋镖扎心哦！你是我嫂子，我经历这种事，你不但不帮我，你还挖苦我、嘲讽我，你还有一个当家主母的样子吗？我和你大哥已经和离了，以后别叫我嫂子，免得让人误。你不是最爱我大哥了吗？你怎么可能与他和离？生生，我错了，我昨日不该与你吵架。听话，咱回家吧，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陈记他打我，他妹妹也欺负我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让他带我走，我会被他打死的，我求你。生生，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自从嫁进陈家，我是一句重话都不敢跟你说，更何况动手打你呀！陈静打我的地方都很有名，为的就是不让人发现。生生，你先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生生这几年啊，被我们惯坏了，有些任性，你把他带回去啊，记住，不能让他太任性。毕竟以后啊，也是要为人母亲的，总是这般孩子气怎么行？该管教的时候还是得管教。谢谢大哥。娘，我求你了，不要让陈静把我带走，我求求你了。芷然，要不就让生生。娘，生生既然嫁进了陈家，那她就是陈家的人，咱们插手像什么话？谢谢大哥理解。生生，走，乖，我们回家。生生好歹也是你看着长大，你居然袖手旁观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别忘，萧生生现在这都是你们萧家人一手促成，还想像以前一样对我非打即骂，做梦！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夫人，大少爷和王五已经将您之前带到侯府的嫁妆打包好，带回太傅府了。婉娘，你可知你会因为一时痛快使性子而后悔终生吗？文平侯，你觉得我跟你和离是在跟你使性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气我对你关心不够，气我在朝堂上没有替景渊说话，气我和赵如烟走得太近，对不对？文平侯，就算你现在要迎娶赵如烟过门，我也无所谓。如今你们侯府的一切都与我无。你说的的确不错，我马上就会娶赵如烟进门。从今天起，侯府的一切都将由她来管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我就走了。婉娘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提个醒吧，当心点李儿，
他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就不劳文平侯费心了。孟念，侯府离了你跟你个灾星女儿，才是要走上门。摔死你，大傻子！这侯门主母前脚刚走，文平侯就摔了个大跟头，可真不是个好兆头啊！当初孟家女儿嫁入侯府呢，本就是低价，如今二人合离啊，孟家将嫁妆一并捎回了太傅府。光是马车就拉了10来趟呢，恐怕现在侯府啊，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。来人呐！要是大哥也在就好了。林峰来信说他这2天就要回来了，他听说你和萧志远和离了，还夸你终于看清人了呢。爹听同僚说呀，这个萧志远要迎娶赵如烟进门，他发了好多请帖，可去的人呢却少之又少。他在朝堂之上为萧清朗做伪证，差点引火上身。这个时候谁还敢跟他走太近呢？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敬外公。好。来。哎呦，乖孙儿，好酒量啊！这偌大的侯府，连个像样的厨子都没了。府上2个厨子都是婉娘带来的，如今他走了，自然也带过去了。这孟念婉呢，是真没良心！我们侯府待他不薄，居然什么都带走。我是吃惯了那2个厨子的饭菜，就这些，真没胃口。哎呀，好了，明天再请2个厨子来不就行了吗？我就不信没了他婉娘，这日子还过不下去了。你身为侯府主母，应当安排好一切。你当巡厨子不要钱啊？这账本我都看过了，还倒欠着好几百两呢。你说什么？婉娘管理的时候尚且还有盈余，怎么可能亏空呢？还不是你那个妹妹干的好事。她管账的那段时间，拆东墙补西墙，早就把侯府亏空了。你出支援吼什么呢？婉娘嫁进来的时候带了10几马车的嫁妆，你呢什么都没有，还嫌这嫌那的。你们侯府还没给我聘礼呢！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够了！娘，你现在择日回房间休息吧。哼！怎么，刚过门就要跟我置气呢？当初可是你说的，要风风光光的娶我进门。可是现在呢，1没聘礼，2没宴席，可是足足等了你20年啊！还有我的亲郎，他死的那么惨，全都是孟念婉那个贱人给害的。好了，清朗的仇我一刻都没有忘啊。过末的时间，贺远州应该已经得手了吧？等孟林峰回京，孟家一个人都别想好过。可恶的孟念婉，我一定要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。不好了，侯爷，老夫人抱着小小姐回房间的时候，被假山上的石头砸中了脑袋。你说什么？娘！我的泽月没事吧？小小姐没事，就是老夫人被砸了不轻。还好我的泽月没事。你看这款多好看，这个不错。这个簪子我要了。孟念婉，不光簪子是我的，萧志远也是我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侯爷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会不会你抢走的东西是我压根就不想要的废物？哼，都被夫家赶出来了，还在嘴硬。我看以后还有哪个男人敢要你？我背后还有整个孟家撑腰，我还有一双听话的儿女。倒是你，费尽心机嫁进侯府，你当真如愿了吗？景渊，李儿，我们走。你，我的女儿可是福星正室。晦气！侯爷呢？侯爷许是在忙公务吧？老夫人吵着头痛，让您亲自去寺里为她求一道符呢。府里每天这么多事儿，我哪有闲工夫给她求符？可侯爷如果知道的话，你会怪罪夫人的。这个老东西，每天在侯爷面前告我的状。哎呦，哎呦，娘，好点了吗？你这一天
都干嘛去了？我病成这样，你也不过来伺候我。这么大个侯府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在操持，我哪有空啊？这是你一个儿媳该说的话吗？想当初我娘在的时候，不光贴补家用，对我这婆婆也是恭恭敬敬的，哪像你这么目中无人。孟念婉刚走，你就念起她的好来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亲手把她赶出侯府的。现在侯府只剩一个空壳子了，你当我愿意管啊？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居然把你给娶进门了！李儿啊，等弟弟妹妹出来之后，跟你一块玩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大哥最近忙，都没空陪我玩了。听说那文平侯同你和离之后，这日子过得并不太平。再新娶进门的那个夫人啊，跟他母亲整日吵架。以前呢，也就是你性子太好，把他们这一家子人伺候的都忘乎所以了。以前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多亏了李儿，才将一切扭转过来。萧志远，等到我大哥向皇上禀明你勾结贺远州通敌的事儿，你欠我的就算还清。公公，圣上这么着急的召我入宫，可是为了孟林峰的事啊。文平侯，老奴怎敢揣度圣意呀？一会儿见了皇上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看来远州已经得手了，皇上多半是叫我入宫领赏的。头一次看到父死还这么开心的。娘妾你就放心吧，舅舅他是进宫领赏，不会有事的。倒是萧志远，他跟贺远州勾结胡人的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，肯定玩完。哼，还想栽赃舅舅呢，有我在，慢慢。母亲，贺远州勾结胡人已成事实，舅舅及时发现并上报，立了大功，赏王金万。那萧志远呢？他与贺远州一直有书信往来，里面满是他们收受胡人贿赂的证据。圣上看后大怒，下令抄了侯府，将他打入地牢，择日问斩。太好喽，太好喽！我要去看热闹，谁让他欺负娘亲和大哥？碰到我，让他踢到铁板喽！我娘啊！看这老太太干什么？这是？志远吧，明天就要举行了。怎么了呀？他可是景远和李儿的父亲啊！你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人头落地啊？大家都来评评理，我老婆子眼睛都快哭瞎了。可是孟家对我们萧家是不闻不问的，有这样做儿媳的，你们说？我记得孟太傅的女儿和文平侯不是已经和离了吗？对呀，和离了呀。和离了就能这么绝情吗？好歹也生活在一起10几年了呀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娘，你终于肯露面了！你们还是继续在孟家门口大吵大闹，那我可要报官了。哎呀，都说日夫妻百日恩呐，他跟志远结婚了10几年，如今却如此的没有情义。孟太傅的女儿就是这样为人处事的吗？婉娘自小也是被我们宠着养大的，可自从嫁入你们侯府，却遭受百般欺辱。老夫自小教养她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不受旁人左右，如是养大了，来伺候你们家。你们欺负了婉娘17年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孟念婉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侯府的事，倒是你们侯府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。17年前，萧志远娶我入门时，他便已经在外养好外室，不仅生下一儿一女，还为了外室子毁我景渊的婚约，又想纵火害我景渊性命。这些事我都知道。难怪当初文平侯要促成他们2人的婚事，萧晴朗是他的亲儿子，萧景渊也是他的亲儿子，居然为了外室子痛下杀手，简直丧尽天良。放心吧，明天我会去刑场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志远的。我是去送他最后一程。
萧家从前也风光过呀，谁能料到一夕之间便没落了？萧生生本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结果遇人不淑，被夫家打得不省人事。是啊，就算醒来也只能当个摊子。谁说不是呢？萧志美都犯下连累全家的死罪。圣上念及萧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没给她定罪。可今早有人说她已经悬梁自尽了呀。婉娘，我跟赵如烟的事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不仅知道你和赵如烟的事，我还知道李儿出生时差点被嬷嬷捂死，也是你指使她干。为了给你的外室子铺路，不惜伤害景渊和李儿的性命。萧志远，你好狠的心！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今日你萧家落得如此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萧志远，如果我不反击的话，今日被扣押在刑场内就该是我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可是那名道长明明说过，泽月是我的福星，他会忘我萧氏一族的。那个道长只是说佛府有小福星降世，是你自大的以为那就是萧泽月。李儿，他才是我的福星。人傻瓜待久了也会变笨的。杨倩大哥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晚辈萧志远，诚心迎娶孟念婉姑娘，今生定爱她、护她，如有半句食言，天打雷劈！